眼看着阿平馬上就要臨盆了，還背着個籃筐大老遠跑到集市去買小魚苗，只為把魚兒趕緊放入自家的池塘，等孩子出生了就能靠着這個池塘為孩子多買幾瓶奶粉。阿平今天還為寶寶買了一張可愛的搖搖床，難道他今天就要生了嗎？還沒有當過媽媽的阿平心中充滿了焦慮，而此時囊中羞澀的他心裡只有一個想法，那就是趁孩子未出生前為他多攢一些錢，為這個家多幹些活。眼前的這個池塘，阿平早在7天前都建好了，可他這幾天一直忙着做其他事。今天他要去買些魚苗放入池塘中開始養殖。雖然這個池塘並不大，但卻是阿平挺着大肚子辛辛苦苦挖好的，等魚兒長大後也能靠着這個池塘賺上不少錢。有了這個想法後，阿平就背着箩筐準備出發了。沒有電動車，更沒有公交車，走了很遠的山路才來到了鎮上的集市。阿平很快被門口一盆紅彤彤的小魚給吸引住了，這些魚兒游動靈活，個個精神十足。隨後便讓老板娘拿了個袋子，他小心地挑選了幾條最活躍的小魚裝入袋中。這些魚乍一看像金魚，但在他眼中不管是什麼品種都是生活的希望。裝完魚後，阿平便準備回去了，正準備走時才猛然想起自己還沒付款，他趕忙轉身回去結賬，然後背着沉甸甸的小魚袋一步一步往庇護所趕去。回到了熟悉的庇護所後，阿平連忙將魚兒從袋中倒入盆裡，他一邊檢查魚的狀態，一邊用手輕輕撥動水面，確保每一條魚都還健康有活力。隨後他提起盆子，緩緩走向池塘。這口池塘是他挖出的心血結晶，如今水已蓄了大半，慢慢將魚兒倒入池中。魚兒如同找到了歸宿，歡快地四處游動。在他的家鄉，像這樣的紅鯉魚多半是觀賞用的，希望它們都能快快地長大。放完魚後，阿平並沒有選擇休息，他想到了自己小時候，母親就是經常把自己放在吊床上哄他開心，而阿平也想為肚子的寶寶買個吊床，等孩子出生了，躺在那裡肯定很開心。阿平沒有猶豫，背着箩筐就又出發了。好在這家商店離阿平住的地方不是很遠，沒一會兒阿平就到了。這裡還有很多賣衣服的，很是熱鬧。隨後阿平走進了鎮上的一家雜貨鋪，直接讓老板娘拿了一個吊床打開看看。老板娘也是利落地將吊床展開給阿平看，吊床的面料結實柔軟，顏色也挺素雅。阿平看着這張吊床，腦海中浮現出寶寶在吊床上安穩入睡的畫面，心裡很是滿意。為了讓宝寶睡得更舒服，阿平還挑了一套圖案可愛的被套，可以鋪在吊床上。阿平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些物品，哪怕生活再拮据，也要把最好的留給即將出生的孩子。阿平沒有絲毫停歇，背上箩筐便踏上了回庇護所的山路。阿平回到庇護所後，輕輕摸了摸小狗的頭，便急忙從箩筐裡取出吊床。他仔細地開始檢查吊床的吊繩質量，反复对折幾遍，確保結實牢靠後，然後熟練地將吊繩穿過金屬圈，一頭繫在草房的柱子上，一頭固定在屋角。這個位置搭建得剛剛好，就算孩子掉下來也是掉在床上。緊接着他把竹製小床輕輕放上吊床，整個過程一絲不苟，生怕有任何疏忽。一個簡陋卻充滿愛的嬰兒搖籃總算搭好了。站在一旁看着自己親手布置的這一切，阿平臉上終於露出一抹輕鬆的笑容。儘管生活清苦，未來也仍充滿未知，但他知道有愛就有希望。